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想为各位介绍的是这个打磨的散打器。那我会买这个东西是因为最近日币比较便宜啦。那本来我是打算考虑买另外一种这种红色的，最近出了一个红色，可是我看它的那个插槽蛮像那种牙刷那一种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因为最近日币便宜嘛，所以呢，我又从日本买了这个。那你看这边直接就是 Made in Japan， 耶、可是呢，这个呢，它的缺点就也不是说缺点，就是说它的充电呢，则是使用那个 Type A， 因为它本身是无线的，它是使用这种 Type A 的插槽哦，充电的时候是要从这边充的。那其实我先前就用过蛮多种散打器，那有些都已经我觉得不适用的，我已经把它都处理掉了。那这个是之前留下来的，这个。哦，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啦，可是这个是无线版本，这个是有线版本的，然后再就是这个 David 400。那这一支的话呢，在日本我有看到有一支蓝色的，然后跟它长得一模一样啊。那这一支我去查，这一支本身是有专利的啦，所以那支蓝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懂。反正呢，这两支的，就是打磨的行为是不一样的。那这一支呢，主要是它是前后，好，那你看一下它是前后，它是这样。嘿，另外这个呢则是左右。那其实也不是说左右，应该说它是扇形啊，扇形这样移动。那这个只是把这一支做成无线版本。嘿，等一下呢，就是说会介绍一下说关于自制打磨头的部分，因为其实我知道说现在很多人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现在模型进步了啦，所以你有时候你去用这种工具，你反而会有点不大适用，因为这种东西的话，如果说你去看它最原始的这个 demo 的设计的这种 demo 设计的，它都是拿来让你做木工用的。嘿，等一下呢就大概介绍一下自制的打磨头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那关于打磨头的部分呢，它本身有提供这种打磨头给你啦。可是呢，如果说你拿来磨塑胶模型的话，你会发现说它力道实在太强了。所以说呢，如果说你看有些人在使用，他通常会在做一些自制。那等一下自制会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自行可以做的，那另外一部分是属于 3D 列印的。好自行可以做呢，就是说像。因为这打磨实在是太强了，后来我就是先前有介绍过嘛，这个嘛，就是我打磨汤口的部分，因为汤口很小，我就直接这样钻了就好了。那做出来打磨头就是这样子，它其实呢就是一层那个海绵哦，海绵砂纸，然后再加一层这个重复粘贴的那个细胶吧，重复粘贴的细胶。然后另外一种呢，就是这种形式。哦，这是魔鬼毡，这个地方这种是那个汽车用品用的砂纸啊。好接下来就是直接讲一下最基本的。其实我一般的话，像这种的话，我会用这样子啦，就是直接加个双面胶。那你把它贴在这上面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粘在上面了。那先大概简单做个示范就好。就这样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去使用这种磨头的话，你去打磨的话呢，你的力度就不会太强。你这样去磨的话，力度就不会太强。可是如果说你没有海绵砂纸，你只有一般的砂纸的话，那就是用这个。这个是那个厨房用具，就是如果你去看有那种重复粘贴的细胶的薄片，就是这个。那它本身会有点柔软性。那一样，你可以去找那种普通砂纸啊，好，然后一样像这种方，这一层先把它粘到这边，
然后呢，一样用双面胶粘砂纸的那一种，你再把它套在这上面，这样你就可以做到类似的海绵砂纸的功用。因为你单纯这样抹的话，那个威力实在太强了。好啊，等一下呢，就是进行 3D 列印的部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那关于打磨头部分呢，这一家呢，它出了一种新型的这种打磨头，这样子，额外买的啦。那我放大给各位看一下。那应该有看得出来吧？它这边它都有一些锯齿状，而且这个锯齿状是反方向的，因为它是，我想它的设计应该是这样，因为这是上下移动的嘛。你是上下移动的，那我用这种方式去把那个海绵给卡住。当然，因为我没有买它的海绵啦，所以我不晓得它到底是用哪一种海绵。不过呢，像海绵的话呢，通常是2种类啦。像这个啊，其实海绵大概厚度就我再看就2种啊，一种就是这种类型的厚度的，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厚度的。不过我比较常用3M的啦，3M的应该就是这种厚度的，应该就这2种而已啦。我呢就是用 3D 列印呢，大概做了一下属于这一支的。那就是长这个样子，这是 3D 列印出来的。那一样放大给各位看一下。当然，这个我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用啦，只是顺便做个测试。好，放大看一下。当然，我是做2层的那个波浪状的东西，这边是2层，这边也2层，那当然是属于这个头的。然后你看，好啊，等一下呢，再做一下有关于说它的一些使用的部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那现在讲一下关于使用部分。那一般人呢，如果说你拿这种笔型的，那你可能一定是想说，我是要这样去磨零件嘛，可能就这样子嘛。对啊，可是这种东西呢，它还有其他种用法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你有桌前的话呢，就是一般的人应该可能比较少会讲到这个。如果说你有桌前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夹在桌子上，然后直接用打磨的方式。那等一下我就是会把这个东西架设好，然后再使用这个夹具，再用这个 3D 列印的磨头，整个再做一下打磨测试给各位看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那我架设好了，那就是像这个样子，就是一个桌夹，然后再加上这个。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砂轮机？砂轮机在磨的时候，变成说你是砂轮机放在底下，你物件在上面，所以你在打磨的时候，你看不到到底磨的是怎么样。可是呢，这种东西呢，如果说你这样做的话，你就变成说你在打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出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，就会像这样，就变这样。那其实这种电动工具呢，就是说，因为现在模型都比较细了嘛，那通常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说，你倒不如直接用这种，就是直接用那种戳刀啊，像这种是玻璃戳刀嘛，你直接用玻璃戳刀去戳就好，因为现在的模型已经很细了。那这种电动工具的，就是说会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因为它其实会震动啦，你手拿的时候，变成说你会震动，那变成说你比较不清楚说到底你磨下去的力道多少。所以这个是比较少人会去讲的，因为你如果拍摄这个桌夹再加上这个的话呢，整个桌面会震动啦，所以拍出来的效果会不是很好。所以这个架设部分就是跟各位讲一下。等一下就直接用 3D 列印的那个磨头来试试看。这个
好，那用这个3D 列印的来试试看。我磨其他地方好了。应该拿 FDM 来测测看，不过 FDM 可能磨下去应该也是没有问题啊，因为这是光固化的件，光固化的件，按磨下去这样子没有掉。好啊，等一下做个小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现在做个小结，那今天主角是这个了哈。啊，所以说另外这一支的打磨呢，我就没有再秀给各位看过，因为主角是这一个。那这一支的话呢，其实像这种类型的呢，在台湾有一支蓝色的啦，台湾有一支蓝色的，嘿，啊这一支呢，则是日本有一支蓝色的，对，啊这一个呢，就目前无线呢，就是只有日本制的，嘿，这日本制的才有，对啊，其实散打机出现蛮多的这种打磨的，可是我是丢掉蛮多支，那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。因为有些价格它会蛮便宜的，可是我用起来我最后都丢掉了，因为我觉得那根本就是不好用啊，最后还是找这种老牌的这一种，还有这一种，因为你如果说你不好用的话，你到最后你会觉得说，你可能直接拿锉刀戳一戳就好了，或直接拿海绵刷一刷就好，因为现在模型已经越做越精致了，而这些东西的初始设计，它主要是要给那个木工的，你如果去看到一些。demo 的影片啊，几乎都是磨木头的，几乎都是磨木头的。好啊，关于那3D 列印件的部分呢，因为这个只是测试啊，只是说我在使用这支料的时候，还是有一些问题。对，你看这支这是一开始弄不好的，你看应该看得出来吧？这个头是歪掉的，这歪掉了，整个变形了。啊，这支料是那个耐冲击树脂。耐冲击树脂，那耐冲击树脂让夹砂纸也 OK。我这样磨是 OK 啦。啊，这种东西呢，就是因为现在模型做细了，所以说如果说你直接用它的磨头，你直接用它底下这一层磨头，你会导致说它磨出来会磨过头。所以通常来讲的话呢，我看到很多玩家都是使用海绵砂纸去取代掉它原来的，这样会比较方便。那它后续这个出这种头也是这样子啊，它就是要让你夹海绵砂纸的，大概就这样子。如果说各位对这种东西有兴趣的话呢，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模型越做越细，所以你不一定要到这种东西啦。对，当然如果说你是有在做一些什么，譬如说3D 列印打磨的话，那电动工具可能会比较快一点。对，因为我现在拿的这是光固化的件哦，不是 FDM 啊，光固化的。但是现在光固化很细了啦，光固化细到说你几乎不用打磨。像这个啊，我这个印出来这个啊，你支撑架设好之后，你几乎不用打磨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是 FDM 呢，可能这种电动工具呢会比较好用一点。光固化呢就是精进自己架设支撑的技术，那你印出来呢，你就很多地方几乎都不用磨了。对，因为已经很细了如果是汤口的话呢，就是我先介绍那一种，因为汤口的话，我觉得打磨还是面积太大，那汤口你就用这种小范围这样转一下就好，就转那个汤口就好了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介绍。